是跟他开玩笑。OK， 哦。他给你6克多了。这样子去称。Check my labio！ 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上面这个网呢？很多鸟来。之前的那个主要的门是从后面。Welcome to the city of the saffron blood。这个是叫做番红花，它是一个香料的名字哦。想想看，什么特别的城市会用香料当做它城市的名字的？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哦。番红花城的土耳其与萨凡布鲁以前是一个十分繁荣的贸易中心，现在就算它不是贸易中心，但一样十分的繁荣。观光客嘛它以前是丝路的要站之一，当时在这个地方卖很多的香料、皮革跟金属工艺闻名，所以它保存了非常良好的19世纪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建筑特色。番红花全世界最贵的香料，为什么？因为大约要17万朵的番红花，你才能采集到1公斤它上面的雌蕊柱头，因为它使用的就是雌蕊柱头所制成的香料，也因为每一朵紫色的番红花只有3个柱头，所以它柱头的取得呢，又要在日出以前。那你知道啦，它就是人工的嘛，那人工就最贵咯啊。那避免这个花朵枯萎失去采收价格，所以它采收之后呢，马上要做什么？干燥脱水才能够分级出售。虽然番红花的价格不菲，但是番红花盛产地区的价格就算便宜了，这很正常。只要是产地本来就会比较便宜了，所以在欧洲很多的食材里面就会放上番红花作为食材佐料之一。因为取得也比较便宜，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番红花城，而它叫做番红花城，最主要就是这一个小镇，它以前就是番红花的批发，也因为在这边做批发，所以它就把这个小镇叫做番红花城。在这个番红花城的小镇当中，你可以随意的游走在这个19世纪留下来的很多的老旧鄂图曼帝国时期的建筑，这些建筑呢很有特色。这里面呢车子也不能进来，所以我们就在里面用步行的方式去做呢 walking tour， 就在这里面慢慢走，慢慢看，全部都是老房子。虽然现在有一点商业化了啊，为什么？你看看都有写中国字，有写华文呐，对不对？还有写繁体字啊，就代表这里来自亚洲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里很多的商店，它就慢慢的转型，专门销售给观光客。扣除掉这些商业化的商店不讲，其实这个小镇还是非常具有看头的，起码在这边的老旧建筑就非常的吸引人啊。17世纪的古驿站，这古驿站我们之前在上面看全景的时候有看到。这上面呢可以看得到全景啊，而且这些老驿站呢，其实当时都建筑不错，以前公共建设啊盖得都不错啊，因为所有的商人啊、骆驼商队啊都会到这个地方来，慢慢的
土耳其他们在这一块区域做了非常聪明的商业模式，就是跟一般的私人企业合作，打造成什么？像现在看到的现代饭店，把以前的驿站结合了餐厅，结合了饭店，再一次做所谓的行销，就是非常棒的。它维持原有的历史建筑，只有对建筑里面做修正了，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了旅游观光的目的。前头有说到，虽然这整条街已经变得很商业化，扣除掉这些商业化的街道不说，商店不说，在这一条路上走，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一种19世纪的氛围啊。而且这里因为没有太多的工厂啊，没有很多的商业模式，在这个小镇，因为这个小镇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嘛，所以在这个小镇当中，空气很清晰，然后在这个小镇当中走呢，那种凉爽度那种氛围，我个人特别的喜欢啊。那番红花城现在有没有产番红花？当然还是有，只是它的数量呢，没有像以前来的那么多了。而现在全世界产番红花最多的，目前就在伊朗了。伊朗已经占了世界总量的90%了。再来就是哪里？西班牙。所以呢，我前面才会讲到很多的西班牙料理、欧洲料理都会用到番红花，那个跟它地区的特色有很大的关系。而在番红花城走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得到很多100年甚至60-70年以上的老店。这些老店卖的都是什么？他们当地的甜点啊。不得不说，在土耳其的甜点啊，它真的是甜啊！哇哟，这个有时候我都吓一跳啊！吃这么多，会不会得糖尿病呢？难怪每次我在那边买甜点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的蚂蚁靠近我啊。那说实话，会啦啊！土耳其的糖尿病盛行率非常的高，跟饮食有关系嘛。天气冷啊，就吃比较重甜啊、重咸啊。那番红花城所有的住宅都是以前很多的客栈或者是民宿所去改建的啊，所以它的设备呢没有办法像现代化的饭店那么好，但却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来这边住，因为我们要住的就是它的古迹，住在世界文化遗产里面。所以其实住在番红花城，虽然它没有现代化设备的那种感受，那一种氛围给你，但是却有另外一个是5星级饭店给不了你的，那个叫做历史感。哎呦，所以在番红花城住上一个晚上，其实是完全的另外一番的体验。而且在这边咖啡店很多，它的咖啡店跟着我们常常意大利咖啡、美式咖啡都不一样，它是道地的土耳其咖啡。土耳其人认为呢，我的咖啡就是原创，它的原创是什么？它不滤渣的啊，所以喝起来是另外一番的口感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喝喝看。我第一次喝到的时候呢，我以为是红豆沙、绿豆沙啊，虽然没有那么甜了，那种感觉很特别。好不好喝呢？等于是一杯咖啡呢有一半的渣，所以喝起来感觉还是很特别的。那好不好喝？我觉得每一个国家它的原产的咖啡都有它独特的特色跟风味在里面。这里是非常著名的土耳其番红花城。马尔马拉，这个是马尔马拉。进入到托普卡皮皇宫，这是土耳其鄂图曼帝国时期的宫殿。146年
它建成之后呢，也就是土耳其最高统治者苏丹的生活起居、王朝内政都在这个地方全部做进行。托普卡比皇宫呢，也在1985年的时候，跟着 Istanbul 里面好几个历史区域，同时呢都被列为了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登录。那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在马尔马拉海。你知道啊，古代的帝王他在建成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它的战略位置跟它的地理位置。选对了，我告诉你，你世世代代呢都很好过；选错了呢，你选到一个非常容易攻打的，或者是我们以现在来讲就叫风水不好，那当然它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啊。那苏丹居住的后宫也有非常多大大小小不一的建筑物所组成，所以它与其说是一个宫殿，应该说是一个区域。皇宫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不一的建筑物。皇宫宫殿 Çek beni abi o. Çek beni. Bye, love you. Allah için programlarda paylaşma. Vallahi seni bulurum.在托普卡比的皇宫第二个庭院。Behind those buildings, it is a park for public. 那个他有时候也把它当做音乐厅。为什么？ Because the door. 之前的教堂，拜占庭那个时期的教堂。Roman. 罗马帝国的。The original entrance of the church is from behind. 之前的那个主要的门是从后面。And they have many holes, yes? 你看呢，墙壁上有很多那个洞。They used to have covers on them. 它曾经是被他们有东西遮住它。What kind of covers？ 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上面这个网呢？东西会掉 Because 下 a 来 lot 啊 of。birds coming. 很多鸟来， And 很多 also, 鸟。 you know what birds we have here? 来到托普卡比皇宫里面的苏丹旧皇宫，苏丹是什么呢？苏丹其实它的含义有 power 统治的意思啊，统领的意思。来到了伊斯兰的国家，你知道吗？伊斯兰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特别点是，我们常常会听到哈里发，还有听到苏丹这两个不同的字词，但是它们是有区别的哦。哈里发它是源自于阿拉伯继承的意思，而苏丹呢是 power 跟统治者的意思。如果你要把它分裂得很清楚，其实应该就是跟着罗马的教皇跟罗马的君王一样的道理啊，管理的权力是不大一样的。而我们今天来到的苏丹的旧皇宫，这个苏丹也可以说是目前很多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的意思。那哈里发呢，他就比较带有所谓的继承人、真主使者的继承人的意思。在伊斯兰的世界里面，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哈里发跟苏丹。那有很多小小的那个烟囱是后宫住的地方，后宫跟苏丹的家人。
是个庭院，苏丹的庭院。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对伊斯兰教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你知道伊斯兰教是世界的3大宗教之一吗？你知道世界上总共有16亿的穆斯林呢，也就是伊斯兰教，也就代表是什么？每5个人当中平均就有1个人是穆斯林。所以你说穆斯林多不多？非常非常的多啊！尤其是你来到了中欧、中东或者是非洲等地啊，你会看到非常多的阿拉伯美女啊，因为啊，她们都只露出啊那一双迷人的眼睛啊，那五官很深邃嘛，所以光看她的眼睛呢，你就被勾走了。假设你不小心呢爱上了伊斯兰教穆斯林的女生，那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呢，第一个爱上她，你就皈依啊伊斯兰教啊。那如果不皈依呢？如果她是一个很传统的穆斯林女孩，哇，那劝你赶快放弃这段感情吧。因为毕竟在穆斯林的国家，或者是在伊斯兰教的教义呢，他们比较严谨，也比较保守。他们在这一块区域呢，也很遵从从以前历代所留下来的很多的经典跟教义啊。所以你说穆斯林多不多？其实很多啊，它世界3大宗教之一耶。光在中国，很多人会认为中国就是这个佛教、道教，哪有？光在中国就有2000多万的穆斯林啊。右边的是圣索菲亚大教堂。To say this is very valuable to enter. Doesn't matter. They Okay. don't have to. 土耳其可以说是一个冲突的美啊，文化的美啊，历史的美。我们可以知道，一直以来，尤其是到了现在的社会环境啊，西方跟中东世界因为宗教而不和的事件啊，延续了上千年啊。从十字军东征到现在啊，这么现代的社会还是一样啊。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它还是有很多的矛盾点哦。那也因为这一些矛盾点持续了上千年都没有改变，所以呢，土耳其在这个矛盾点当中就创造了所谓的它的冲突美感。什么叫冲突美感？你来到土耳其，你就会看到不同宗教同时统领过这一个城市，而这个城市它又横跨了欧洲跟亚洲，这个城市就叫做伊斯坦堡。在土耳其是以前的旧首都，现在是它的最大经济城。而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就可以看得到，在这种历史文化之下，最大的冲突，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圣索菲亚清真寺。你会说，它明明叫圣索菲亚教堂，为何又叫清真寺呢？因为它本来是教堂，但是后来呢，被鄂图曼帝国统领之后呢，他就把它改成了清真寺喽。当然，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参观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了这2种当时不同宗教文化所留下来的遗迹。所以当我们进来之后，还是会叫它是圣索菲亚的大教堂，但是你会看到它很多的地方融合了当时留下来的东罗马帝国的天主教的遗迹，还有呢清真寺的遗迹，它就有一点混合在一起了。这也就是我说土耳其伊斯坦堡迷人的地方，它拥有了东西文化的冲突，所以它的冲突美感造就了这一个美丽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你所看到的不同的文化跟不同的宗教，它创造出来的这种冲突美感还很漂亮哦。尤其这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一样啊，哎呦，太美了。
在第4个庭院可以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坐船呢？都是我们的。我们包船了，包船。要坐船啊哦，要坐船登来台湾啊哦。坐船。这是消息。那么。海峡，游船哦，博斯普鲁斯海峡很美。博斯普鲁斯海峡它是狭长型的，也有人称为它叫伊斯坦堡海峡，但是大部分呢，你应该还是要叫它博斯普鲁斯海峡。它就将Istanbul这一个千年的古城融合了东方跟西方文化的国家城市，把它划成了欧洲区跟亚洲区2个部分啊。那当然，它也是欧亚板块的交汇地点之一啊。所以你就知道它这个地理位置、战略位置有多重要了。那当然，这么重要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也因为东西文化在这个地方交流着，它就创造出非常迷人的景色。来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坐船去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行程之一啊。因为在这个河岸上面，你可以看得到最美丽的两岸景色、文化景色、教堂、清真寺，你都看得到，全览了。而且这些海鸥呢，比职业的还要职业。大家都知道，我们坐上船之后，观光客一定会喂东西给他们吃，所以当他们只要一看到了船只，所有的海鸥就过来了啊，尤其是看到黑头发的，哎呦，更会过来，因为我们不常看到海鸥啊，所以当我们看到海鸥就会很开心的哦，敏感沙克来啊，开始喂啊，对不对啊？有时候在喂的时候要小心啊，不要把昂贵的手机啦、珍珠项链都喂出去了啊。那博斯普鲁斯海峡呢，它也是沟通黑海跟马尔马拉海的一条狭窄的水道哦。它与达拉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一起组成了叫做土耳其海峡，也有人叫它黑海的海峡。其实有时候历史对某一些人来讲听起来是很沉重的。我一直觉得一个很大的重点啊，你喜欢听历史，你去听；你对历史没兴趣呢，那你就看风景就好了，因为风景就已经够迷人了。其实啊，全世界各地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河岸的两边都会是文化的发源地哦。而且呢，这些河流到最后，旁边的城市都会发展成大城市。不管是从欧洲巴黎的塞纳河、伦敦的泰晤士河，还有东欧的布达佩斯、匈牙利的多瑙河等等啊，罗马的台波河、布拉格还有伏尔塔瓦河等等，你注意看这些河啊，都流过了非常主要跟美丽的城市啊。但是在伊斯坦堡，它所留下的就不是河，而叫做什么？就是这一条博斯普鲁斯海峡。得天独厚32公里，把欧洲跟亚洲做成了天然的分界，也是历史上东西文化的分水岭。所以当你坐到船上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左边是欧洲，右边是亚洲哦，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你一次横跨了欧洲、亚洲。历史上因为这一条水道燃起了无数的战火，所以当我们在这边观光的时候，如果你去看到它的历史故事，你就会发现哈，这一条水道竟然留下那么多的生命呢，也呢发生那么多的战争啊，而这些战争也是让今时今日的土耳其伊斯坦堡文化那么丰富的原因。当然，它也间接的改变了伊斯坦堡的命运。来到土耳其呢，你一定必须了解到它的食物。很多人说，哈，欧洲人把土耳其的
食物叫做美食，怎么可能啊？我们怎么吃都不习惯啊。但这是真的，土耳其的美食在远东及地中海享有特殊的对待，跟很不同的历史文化。因为呢，这个地方混居了什么？从亚洲来的，从欧洲来的，还有加上呢，他们本来是以游牧民族而形成的。因为游牧民族以前呢，他们三餐不定嘛，那三餐不定的时候怎么办呢？就会用很多的香料去保存他们的肉类啊，所以土耳其人的食物就特别喜欢用丰富而且不同的香料。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最著名的当地人最喜欢来的土耳其的香料市集。你在香料市集就可以看得到他们普通时候做饭所需要的香料咯。是有卖黄金。在市集里面，其实你可以找得到很多的香料，甚至金马点也有哦。那重点是你也可以看得到非常昂贵的香料，番红花。是番红花，你没有拍照？拍照。太多了，他要拿起来。他给你6克多了。这样子去称。逛完了传统市集，当然我们也可以逛逛它非常主流的一个街道。我们喜欢逛街，喜欢买流行事物，塔克辛它就可以满足你这一块区域的需求。它可以算是在土耳其伊斯坦堡非常重要的一个年轻人爱逛街的地方。在这里有很多知名的品牌、流行的潮流店，它会进驻到塔克辛广场里面。我们在老建筑里面看看不一样的时尚名牌，在这条街上。土耳其的那个冰淇淋，一直跟他开玩笑，Abi işte. Merhabalar Dilan. 很甜的甜品哦，这就是有名的baklava，是四方形的。哦，还有看到呢，那边正前方四方形的那个 baklava， 这里很有名的甜点。看看这些玉米，你就知道了，他们烤玉米跟我们烤的不太一样啊，整个丢下去烤啊，不像我们这样还要旋转，有没有？用上很多的酱料啊。那他们同时也很喜欢吃栗子啊，这些都是土耳其道地的一些小吃，还有一些面包，因为他们的小麦也非常非常的有名，所以来到土耳其千万不能错过这些小吃，在路边看到，你可以尝试看看。那个面包，哦，它是那个有点圆圈形的，对，它是一个圆圈形的，叫做 Smith 小车在卖。这里就是塔克辛广场，你等一下会看到那个独立纪念碑。看哦，左边整个大道都是满满的人。1938年在这里。那这边呢是独立大道。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新区，因为伊斯坦堡有很多老城区，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塔克辛，这个是伊斯坦堡最新的区域。那建筑呢都是比较现代化的，就有很多欧式的风格。土耳其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尤其是伊斯坦堡。
这个国家融合了欧洲的风格，也融合了一些中亚的风格啊，包括它的饮食都很特别。我觉得它是一个 CP 值非常高的国家。来这边旅游，你可以每天充满了很多的视觉跟文化上的冲击。视觉冲击就是很漂亮啊，很美丽啊。土耳其地方很大，然后历史又很深，还有丰富的食物的文化。那土耳其人也很爱喝茶，所以你在像塔克辛广场，或者是到任何一个小镇、大城，你都可以看得到，他们动不动就要来上一杯茶，煮起茶更是很讲究哦。那几乎呢，他们每天都要叫2杯茶来喝一下。咖啡跟茶还比较受欢迎，尤其是红茶，何时何地都要来一杯茶。为什么？其实茶还是会提神的哈。所以他们一天喝个10几杯是很正常的。甜食，哎呦，更是不可少的啊！吃甜食配上一杯茶，那茶他们也要加1块方糖，这就变成了甜上加甜，小甜甜还大甜甜啊！无论如何都是甜啊！那来到土耳其，你就必须要了解到他们的这种情况，所以很特别，非常非常的特别啊！而且呢，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土耳其人他们的生活模式是他们对于自己权利的事情呢，一定呢也会很极力争取，也就是俗称的有草才会有糖吃啊。这个用在土耳其也是蛮适合的。但无论如何，在土耳其没规矩就是有规矩，所以有一句话，土耳其人就非常的爱讲这里是土耳其。意思就是说，没规矩就是有规矩，没有一件事可以是预期的，这就是很特别的文化，不知道是不是东西文化交流而产生的。有看到蓝色清真寺吗？这个蓝色清真寺也是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地标之一哦。而且我个人觉得蓝色清真寺呢，从远远的看比走到里面看还要来得漂亮，因为外观的建筑非常非常的震撼。这里是土耳其，土耳其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很适合旅游的地方。当然，我个人也觉得，如果你要很凉爽的气候来，那你最好是秋天、冬天跟春天来土耳其是最好玩的啊。因为土耳其的夏天真的也蛮热的。喜欢土耳其吗？土耳其的异国文化有没有吸引到你呀？疫情过后的土耳其也有一点点的改变，但是无论如何，它美丽的风景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不会变的。土耳其等你来。It is a place where people get together. OK， 那埃及的那个方尖碑有没有？下雨了，一点下雨，一点点下毛毛雨。这只是从罗马头过来的。但是很多人哦。Yes, so I'm coming. Sorry, I'm coming. Only one in the museum. 头断掉了之后，现在包有一 This 部 one 分 is 在那个2,500 years old. 2500年 Roughly. 差不多。 The other one is.